想象一下，你刚刚用双腿征服了塔斯马尼亚最著名的菲辛纳国家公园的荒野美景，现在正坐在温暖的餐桌前享受着圣诞大餐。这种完成挑战后的成就感与精致享受的强烈对比，正是澳洲圣诞节最迷人的地方。菲辛纳国家公园是塔斯马尼亚最古老、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花岗岩的山脉、碧蓝海水和纯净的白沙滩闻名于世。其中最耀眼的明珠，莫过于被誉为世界10大最美海滩之一的酒杯湾。酒杯湾的观景台步道是菲辛纳国家公园内最热门的健行路线，步道主要由碎石路和阶梯组成。由于是一路爬坡，部分路段较为陡峭，沿途会穿越沿海林地，经过引人注目的花岗岩巨石，最后到达观景台。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从蜜月湾附近走路前往，约45分钟抵达真正的酒杯湾步道起点停车场。从登山步道的起点停车场到酒杯湾的观景台，距离约 2.6 公里，整个估计约3个小时。从蜜月湾到酒杯湾步道起点停车场，这段路程约 2.5 到3公里。整段路上，在你的正前方或侧面会一直伴随着巨大的粉红色花岗岩山峰，它们是哈泽德山脉。这些山峰垂直耸立，随着光影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道路两旁被塔斯马尼亚特有的沿海灌木丛和树林包围，坡度相对平缓。这些植物必须在极其贫瘠且多风的环境中生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尤其这焦黑的古树，树干中心呈现出黑炭的状态，看起来这棵树曾经经历过火灾，但是却没有倒下去，生命力很强。我们花了45分钟，总算到达酒杯湾步道起点停车场。不管你是要前往1个小时的观景台健行，还是5个小时的长途远足，这是唯一的主要路口。在这里记得要去买国家公园的通行证，1个人约台币420元。虽然没有人查验我们，但是基于遵守规定，建议还是要买。从登山步道的起点停车场到酒杯湾的观景台，约有600个阶梯，沿途风景非常多样且壮丽。步道一开始会穿越茂密的海岸林地与灌木丛，沿路随处可见形状怪异、巨大的粉红色花岗岩巨石。为什么会呈现出粉红色花岗岩？独特之处在于其正常石的含量极高。这种矿物质在普通光线下会呈现出浅粉色或肉色。整个步道位于哈泽德山脉的2座高峰阿莫斯山与梅森山之间。这些花岗岩石具有不同比例的矿物质，加上塔斯马尼亚海岸具有强烈的风力与岩石侵蚀的特质，就形成了现在看到的陡峭山峰与独特的形状。看到一只红腹袋鼠，这些袋鼠喜欢在像酒杯湾步道这种有灌木丛遮蔽且有开阔草地的地方活动。它们看起来已经非常习惯游客的存在，因此常会在步道旁边守株待兔，看有没有人会掉落食物。但前面告示牌特别强调，请勿喂食野生动物。人类的食物，尤其是面包或饼干，会让它们生病，甚至会导致致命的感染问题。酒杯湾说起它的名字有2个说法，
一个是从高处俯瞰，其海岸线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半圆形弧形，搭配纯白的沙滩与碧绿的海水，看起来就像一只装满白葡萄酒的高脚杯。另一个说法为19世纪早期，这里曾经是热门的捕鲸站，当时捕鲸者在湾内屠宰鲸鱼，鲸鱼的血染红了整个海湾，使圆形的海湾看起来像盛满了红葡萄酒的酒杯。虽然这段历史已经随着捕鲸业的终结而消失，但酒杯的名字却流传到现在。酒杯湾的特色，其半月形的曲线非常对称，两端由哈泽德山脉的花岗岩巨石守护着，阻挡了外海的惊涛骇浪，使湾内的海水相对平静且清澈。尤其酒杯湾内没有任何人工建筑、马路或商店，游客必须步行翻山越岭才能到达。这种遗世独立的感觉，让它保存了数千年的原始之美。回程时我突然想，都来了这一趟了，那就绕到酒杯湾的海滩去看看。告示牌有强调，前往海滩的路线具有挑战性，整个是下坡的1000个阶梯楼梯，走下去还要走上来，上坡更是难。但我当时凭着一股劲就想来试试吧。这一试真的很具挑战性，下坡的路况也是碎石路，路一样不好走。已经走了2个半小时，有点累了，但不走也不行，就把步伐缓下来一点。好在天气都不错，所以路况还好。走路约40分钟到了酒杯湾的海滩，这海滩与刚从高处看下来的感觉更有临场感。纯白石英砂的沙滩由细碎的花岗岩与贝壳组成，加上海底沙床纯净且坡度平缓，还算蛮好走的。海水颜色会从岸边的透明无色过渡到梦幻的薄荷绿、土耳其蓝，最后在深水处转为深邃的宝石蓝。水的颜色层次很分明。海滩的背景是著名的粉红色花岗岩哈泽德山脉。看到这个酒杯湾的沙滩，就觉得刚刚走的这一段的下坡路真的很值得。但现在遇到问题了，要怎么回去？回去走原路要往上爬1000个阶梯，已经很疲累了。后来家人和另一组登山客讨论，决定走另一条比较平坦的路，刚好也有伴，但要花3.5个小时，等于绕一圈约8公里。往好的方向思考，就是来了这一趟，就把它整个走一遍也很好。这一段地峡小径约30分钟，主要是穿越原始丛林，很平坦的路，算是个生态丰富、茂密的湿地与林地。哈泽德海滩是酒杯湾的西侧姐妹海滩，两处海滩共同构成了一条宽约1.5公里的地峡。这海滩比起酒杯湾更加安静且原始，沙滩线条较直，面向大海。沙滩上常有大量漂亮的贝壳和海鸟，海水透明度极高。刚在酒杯湾海滩远处也有看到的橘色地衣，石头上的橘色其实是一种名为红藻地衣的生物，含有一种特殊的色素，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免于受强烈紫外线的伤害。附着在花岗岩表面缓慢的生长，在阳光照射下更加耀眼。加上纯白的海滩，清澈透明蓝色的海水，这里被认为是塔斯马尼亚最迷人的徒步路线之一，但需要注意海浪有点大。从哈泽德沙滩绕回停车场的最后一段路会沿着海岸线前进，约5到7公里，是整个践行中色彩最丰富、层次感最细腻的部分。这段路主要是沿着梅森山山脚的岩石海岸前进，布满海岸的橘红色花岗岩，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
与深蓝色的大豪湾海水形成美丽的图画。这段路虽然坡度起伏不大，但路面石头多，且有些地段较窄，走起来需要留意。大豪湾展现的是一种大气、开阔且层次丰富的美感，与精致隐秘的酒杯湾有不同的感受。这段路视野极其开阔，可以远眺对望的 Swansea 小镇及整个东海岸的轮廓。圣诞节当天，澳洲几乎所有店家都会休息，或者只提供预定的套餐。我们晚上的圣诞节大餐在餐厅享用，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小纸帽，还有一个小玩具。花老戴起黄色纸帽，家人说看起来像个唐三藏。他很淘气地摆出合十的姿势。除了主菜是大家一起分享外，其他的前菜和甜点都是2人一份，2个人都有一份红酒或白酒。前菜为塔斯马尼亚新鲜的海鲜冷拼盘，包括塔斯马尼亚南方盐龙虾、生蚝，搭配新鲜香料腌洋葱、沙拉和章鱼。这道完全是塔斯马尼亚当地的顶级海鲜，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因为不敢吃生蚝，就全部交给花老，他也很豪气的都接受了。主菜为塔斯马尼亚在地农场食材的分享式热食，烤鸡肉、蜜汁火腿、脆皮烤猪肉，加上配菜如塔斯马尼亚特产的马铃薯、烤芦笋及各式配餐沙拉，像家庭聚餐一样，大盘盛装后大家分食，非常有圣诞团聚的氛围。甜点为澳洲夏天圣诞节的标志，帕夫洛娃加上圣诞布丁与蛋糕，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吃起来感觉有蛋白霜的脆、新鲜水果的酸甜，以及圣诞布丁的浓郁，很特别的甜点。这个圣诞套餐分量很够，吃得很饱，一个人约台币5000元。很多人都戴着圣诞的小帽子，其实还蛮有趣的，感觉就像是把塔斯马尼亚的山和海都装进盘子里，吃到最原始的食材，大家又能聚在一起过圣诞节，真的很棒。回想爬完这段路约7个小时，印象最深刻是哪里？我最喜欢酒杯湾沙滩，比起观景台的人声鼎沸，沙滩上的开阔与海浪声，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平静。阶梯式的爬坡也确实是体力与意志力的磨练。这段健行路程没有过度的开发，很原始，只有纯粹的风、石、海、沙滩。这种先苦后极甜的行程，真的是让我对这个圣诞节终身难忘。